欢迎收听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深入聊几份，我觉得是互相有点矛盾的资料。对，很有意思。他们的主题都围绕在那个人工智慧、游戏还有机器人技术的交汇点。一方面呢，我们手上有来自 NVIDIA 的资料，他们介绍了最新的 AI 模型。然后这些模型不只可以让那种人形机器人思考跟行动，甚至还可以学会玩上千种电子游戏。这听起来就很像科幻小说的情节，对吧？真的很未来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有来自像是 Apex 英雄啊、PUBG 这些游戏社群的讨论。对。然后这些资料揭示的是现在的线上游戏那个作弊问题有多严重，玩家有多沮丧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点出来的核心问题了。当一个可以创造出完美 AI 玩家的工具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时候，这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一场技术的乌托邦，还是会变成玩家的噩梦？我们一起来好好解析一下。好，我们先从那个听起来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开始好了，就是 NVIDIA 的那个 GROOT 计划。GROOT， 对，他们说这是一个为了人形机器人设计的开放基础模型。然后资料里引用了一个概念叫做视觉语言行动模型 VLO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，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呢？ OK，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真正赋予机器人尝试的一个东西。尝试。对，传统的机器人是你给它一行程式码，它执行一个动作。但 VLA 模型是让机器人像人一样，可以同时用眼睛看，用大脑去理解，然后再驱动四肢去行动。所以你不用再写很复杂的程式了，你只要用嘴巴很自然的对它说，帮我从桌上拿那个螺丝起子，它就会自己去看桌上有哪些东西，自己去分辨。对，分辨哪个是螺丝起子，然后自己规划出一整套动作，就是伸手抓取拿给你。哇，那他要怎么学会这些动作？还是要工程师一个一个教吗？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了。资料里说，他用了一种模仿人类的学习策略。模仿人类？对，其中一个技术叫做 FLAR， 它能让模型直接透过观看人类的影片来学习。等等，所以是像我们看 YouTube 教学影片那样？没错，就是那个概念。他就看影片，然后自己学会怎么做，而不是只能靠工程师一步一步地指导。单纯靠模仿影片学习就已经很强了。但如果遇到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动作，那他不就没辙了吗？还是说他有办法自己举一反三？你问到重点了，这就是另一项叫 DreamGen 的技术要解决的问题。DreamGen 做梦？对，它基本上就是让模型学会做梦。它会利用已经学会的知识，在自己的模拟世界里去想象跟排练要怎么执行一个全新的动作。哇，有想象的。没错，比方说他学会了怎么开冰箱门，也学会了怎么拿瓶子，那他也许就能自己梦出一个完整的从冰箱拿水的流程，即便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个完整的动作。哇，这就让他的学习边界就是被大大扩展了。OK， 好，这听起来是个完美的家事帮手，对吧？对啊。但有趣的地方来了 ，NVIDIA 同时也展示了这个大脑的另一面。他们把完全相同的底层技术用在另一个叫 Nitrogen 的模型上。Nitrogen。对，然后它唯一的任务就是打电动。没错，它的运作方式非常直接，它就是看着游戏画面，然后输出对应的游戏手把指令。就这样看画面，然后按手把。就这样，然后 NVIDIA 让他去学习超过1000款游戏，从角色扮演到赛车，什么类型都有。所以这等于是说，那个未来可能帮你折衣服的机器人，他的兄弟。他的双胞胎兄弟，对，可能正在线上游戏里把你打得落花流水。没错，这才是矛盾的开始。我想也是。我看那个游戏媒体 The Sharktoid 的一篇文章，标题就很呛，直接说这个开源 AI 会屠杀线上游戏。哇，这么直接。然后 Reddit 上面的玩家反应更激烈，几乎是一片恐慌。很多人都说这会让线上游戏变成一个
一个由机器人主宰的地狱。可以想见，到时候你根本分不出来跟你玩的是真人还是 AI 了，整个游戏体验都会被破坏掉。我觉得玩家有这种反应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活在一个作弊很猖獗的环境里了。没错，你看看这份关于 Apex 英雄的资料，开发商 Respawn 自己公布说，在游戏主机平台上，只有 0.4% 的对战里面有作弊者。这个数字我看到了，然后底下的留言区，玩家根本没有人相信，哈哈，当然不信啊！几乎都在嘲笑 0.4%， 很多人都说这跟他们每天的实际游戏体验完全是两个世界。那为什么官方数据跟玩家的感受会有这么大的鸿沟？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。玩家普遍认为，官方的那个软体根本侦测不到那些使用外部硬体的作弊。外部硬体像是什么？像是 XIM 或是 Cronus 这些装置，他们可以骗过游戏主机，让玩家用精准度更高的键盘滑鼠来玩射击游戏。但系统却以为它还在用手把。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优势，但它不会被归类在传统的外挂里面。原来如此。所以那个 0.4% 的数字很可能只计算了那些修改游戏程式很容易被抓到的作弊，然后忽略了更大一群的就是灰色地带的玩家。所以官方的反作弊系统其实有很大的盲点。没错。那另一款游戏 PUBG 的开发者日志就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真实规模。他们公布到2025年11月为止，已经永久封锁了781万个作弊账号。781万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数字很夸张这几乎是台湾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了。然后这些全都是作弊者。而且更惊人的是里面的细节，在这700多万个账号里，只有不到4万个是靠人工审查影片抓出来的。对，这就代表什么？超过99.5%的封锁都得依赖自动化系统。现在的战场根本就是作弊程式跟反作弊程式之间的一场自动化战争。所以开发商这边就已经是焦头烂额了。这就让人很难不去想象，如果把 Nitrogen 这种开源而且能力可能远远超过现在外挂的工具，直接丢进这个已经一团乱的环境里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对，会发生什么事？玩家的恐惧听起来就完全不是杞人忧天了。完全正确。过去的作弊可能就是单纯的自动瞄准，它的行为模式很僵硬，老手一看就看得出来。但 Nitrogen 这种 AI 不一样。它是学习顶尖玩家的行为模式，它的走位、它的战术选择都可能模仿的跟真人高手一模一样。那你根本分不出来。对，你根本无从分辨。但有趣的是 ，PUBG 的日志也提到，他们未来的计划就是用 AI 来对抗 AI。用 AI 来对抗 AI，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啊。确实如此。比方说，他们正在开发用 AI 语音辨识技术，去自动抓那些在游戏语音频道里面大声叫卖外挂的广告账号。所以未来的战场会整个升级，一方用 AI 制造出更难被侦测的作弊程式，另一方就用更强大的 AI 来分析玩家行为，辨识异常。但这种军备竞赛打到最后，最终的输家不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玩家吗？因为到头来游戏环境的品质只会不断下降，然后开发商投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无底洞。这的确是最大的隐忧。当战场拉高到 AI 这个层级，人类玩家就变成了这场神仙打架底下的凡人。对，这也让我们必须回头去思考那个一开始讲的那个美好的愿景。没错，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到那个会做家事的人形机器人 GR00T。NVIDIA 的科学家 Jim Fan， 他在 LinkedIn 上描绘了一个很美好的未来，机器人帮忙做饭、打扫、照顾孩子，把人类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。对，让我们可以去追求更有创造力的事情。这的愿景听起来非常诱人，对吧？但我们手上的资料显示，社群的反应却是满满的怀疑。没错，其中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。Reddit 上有一则得到超多赞的留言，就问：所以是谁才买得起这种机器人管家？对，这很现实。很多人都认为这项技术最终只会服务金字塔顶端的人，
反而会加剧贫富差距。而且这不只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，另一则评论就点出了更深层的焦虑。工作机会吗？对，他就问，当机器人能比人类做得更好、更便宜，还不用休息的时候，那人类的工作在哪里？过去我们总觉得像照顾啊、餐饮这些需要灵活肢体跟互动的服务业，应该比较不容易被取代。但 GR000这种通用型的机器人，恰恰就是冲着这些领域来的。这就引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观点呢。有人就尖锐地指出，这根本就是科技富豪对未来的想象。他们想象的是如何用科技让自己的生活更便利，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，还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和餐费挣扎。对这些人来说，一个会煮饭的机器人跟科幻小说没两样，完全脱离现实。所以整个讨论已经从这个技术有多酷，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。感觉技术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社会结构能够应对的范围了。这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，我们是应该先让技术狂飙，然后再来想办法解决它造成的社会问题，还是说在发展技术的同时，就必须开始设计配套措施？像是什么样的配套措施？比如说，开始认真的去讨论全民基本收入 UBI 的可能性，或是重新去定义工作的价值。从这些社群的反应来看，大家对于那种先上车后补票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没耐心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解析的这些资料，描绘出了一幅非常复杂的图像。没错，我们确实正处于一个强大的通用 AI 诞生的前夕，他们既能在虚拟世界中成为超越人类的玩家，也能在现实世界里成为我们的帮手。但整个讨论的核心已经悄悄地从技术的潜力转向了社会的承受力。社会的承受力。对，在游戏世界里，我们要怎么维护一个对人类来说还算公平、还算有趣的环境？在现实世界里，我们要怎么应对它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击？这些问题现在都已经摆在眼前，无法回避了。最后，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。在游戏里，我们可能正进入一场 AI 跟 AI 之间的无尽军备竞赛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未来当你在游戏里被一个对手很精彩的击败时，你再也分不清楚那是来自另一个人类高手的神操作，还是一个 AI 的完美计算。当那份技不如人、心服口服的感觉消失了，游戏还剩下什么乐趣？